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晚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。今天也来跟大家聊聊球员事。在下半季洋将大线一球未投的情况下，就被留下来的中信兄弟新洋投之一向魔力。这位今年都还投上过大联盟的球员，究竟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，才能够成为职棒球员的呢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向魔力原名 Sean Morimando。以下我们就以他的中文名字向魔力来代称 Sean Morimando。出生于1992年11月20日的纽约州卡南戴瓜市，是一名美国籍的洋助人。在高三时期，向魔力逐渐投出自己的身价，单季115次三振，刷新他所就读的那所高中的纪录。在高中也是一名能投善打球员。他同时以6轰与31分打点，成为那所高中的纪录保持人。与多数职棒球员不同的是，向魔力在2011年高中毕业之后，就动身投入大联盟的选秀会，而在选秀会中被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看上，以第19轮第578顺位的签，以及35万元美金的签约金，正式将向魔力纳入球队战力中。在进入大小联盟的体系之后，向魔力从新人联盟中开始出发。向魔力共计出赛3场，投了6局，送出8次三振，失掉2分 ，K9 值高达12。在第一年的简短的测试下，投出好成绩。第二年升级进入 DJEA， 在 DJEA 中，向魔力的防御率仍维持得不错，缴出7胜6败与防御率 3.59 的成绩单。不过三振能力就不比去年来的优秀，甚至保送数直追上三振数，三振保送比为悲惨的 1.33。2013年，向魔力再度向上提升一个阶级。不过20岁的他来到高阶 EA 后，投得有些吃力。135局的投球里面，虽然一共只被击出115支安打，但控球能力却依旧无法向上提升。虽然送出102次的三振，但却有高达76次的保送 ，B9 值高达5.1，无法改善的控球能力也让他缴出8胜13败，以及防御率 3.73 的成绩单。不过到了隔年开始，向魔力全身覆满了魔力。从高阶业开始出发，他18次的先发出赛里面无情收割，高达8胜3败的胜败场数，只要他先发，队友几乎就能够夺胜。原本存在的控球问题，在这年开始也走入历史当中。96.1局的投球里面，送出70次的三振，以及35次的保送，防御率仅只有 2.99。因为投出不错的成绩，向魔力在7月的时候有升上2A 的机会。升上2A 之后，虽然有些小小的不适应，但仍有可圈可点的表现。56.1局的投球里面，被打63支安打，失掉31分。K9 值、B9 值是不错，但仍有进步空间的 6.1 与 2.7。2015年则是整年都待在2A 层级中磨练，但是向魔力也开始逐渐适应2A 打者的强度，甚至三振数直飙升。158.2局的投球里面，送出128次的三振，也缴出比去年还要漂亮的 3.18 的防御率，这也让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相当心动，直接在年底的时候给了向魔力一张大联盟合约，让他加入了40人战力名单当中，同时首度邀请他参加大联盟春训。不过拿到大联盟的合约后，向魔力在开季的时候还没有在大联盟登场的机会，先是被下放到3A 等待上大联盟的机会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向魔力再度被下放到2A 层级。不过在2A 时的向魔力又比去年在2A 时的表现更上一层楼，出赛16场拿下10胜3败，投出防御率 3.09 的成绩 ，K9 与 B9 分别是 7.0 与 3.5。印第安人队在7月2号的时候动心了，将向魔力从2A 层级跳级升上大联盟。在大联盟投的第一个人次，就解决掉了蓝鸟队的重炮 Josh Donaldson。Here is Sean Morimando. He has pitched in AA this season. He's pitched very well in AA Akron. A 10-3 record, and he had high pop-up on the infield. Uribe, the third baseman, camped under it. 大联盟的初登板投的其实可圈可点，两度面对蓝鸟队的许多打者都能够冷静地解决一个个前辈，但在第5局即将安全下庄的时刻，却先因为队友的配合失误而让对手攻占一垒垒包，之后又遭到 Tulo 的一棒震撼教育。Tulowitzki pulls it to left and deep and gone. Two-run home run for Tulowitzki. 不过最终缴出不错的成绩单，接替先发投手上场投球 3.2 局里面，一共送出4次的三振与1次的保送。虽然被击出6支安打，失掉2分，但这失掉2分也不能够完全都算在他的头上。
经过短期的大联盟之旅之后，向魔力正式升上3A 层级。在短暂经过3A 的测试后，印第安人队再度叫上向魔力，面对美联老大哥洋基队。这次向魔力就不再像上次来的有压制力，一切都是从2出局后开始发生的剧场。向魔力上来先是让园丁 Gardner 打出滚地球后取得1出局，之后与 Ellsbury 缠斗了10颗球后3振掉对方，结果面对铁爷连续4颗坏球保送。又保送了 McCann， 再遭到 Headley 带有1分打点安打狙击，之后接连的保送又失掉1分后取得3出局。下一局续投后第一个打席就遭到 Hicks 的全垒打。Very creative throughout the lineup. That one's drilled deep to left field. Going back, Geyer, track, wall, see ya! A home run for Aaron Hicks. 全垒打后又被上局解决掉的园丁复仇成功，击出3垒安打。最后也被换了下场休息，隔天向魔力被放回3A 继续磨练。在大联盟的第1年，向魔力就被前辈们震撼教育，出赛2场 4.2 局，用球数高达120颗球，一共被打出9支安打，包含2支全垒打，失掉6分。不过在精英齐聚一堂的大联盟当中，向魔力仍送出了5次的3振。2016年的最后，向魔力也在3A 当中度过。经过大联盟的洗礼之后，向魔力的棒球路也不再像以往顺遂。2016年底，先是被换成小联盟合约，移出40人名单之后，2017年在3A 中也投得有些吃力，159.1局的投球里面，一共被击出177支安打，其中包括22支的全垒打，失分数91分，拿下10胜9败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向魔力在这年的26次先发里面有4场完投，而且包括3场是完投完封对手的比赛。There's the windup and the pitch. And a ground ball second base. This should do it. And it will. They'll put out 4-3. 2018年在印第安人3A 期间的向魔力过得非常惨淡，5次的先发拿下1胜3败，防御率高达 7.03， 也曾被放入7天伤病名单当中。在7月初的时候被印第安人队释出后，不到10天的时间，曾经差点被他击败的蓝鸟队签下了他。在被签下之后，向魔力又被放入7天伤病名单当中。8月整月几乎都在伤痛中度过，回归之后也没有像以往来的威风凛凛，拿下1胜3败胜败场数，甚至出赛4场20局的投球被打出5支全垒打。2019年蓝鸟队邀请了非40人名单的他参加春训，不过这季在3A 的他完全被打爆，整季多次被放入伤病名单当中，甚至也进行了手部方面的手术。出赛19场缴出 6.01 的防御率，拿下2胜5败的成绩。最终2019年底，向魔力成为了小联盟自由球员。2020年5月，他也和大西洋独立联盟签下1纸合约，但是受到疫情影响，整季停摆。一球未投的向魔力在年底又成为自由球员。向魔力飞往澳洲参加澳洲棒球联盟，在澳洲找回过往的好身手。出赛8场有6场是以先发投手身份出赛，其中在1场比赛当中缴出完投的表现，42局的投球送出高达47次的3振，仅仅只被敲了1发的全垒打。缴出 10.1 的 K9 值与 2.57 的防御率。赛季结束后，向魔力与马林鱼队签下1支小联盟合约，同时邀请他参加大联盟的春训。5月的时候，向魔力再度有机会进军大联盟，不过在短短2/3局里面就狂失了4分，这也让他在不到5天内又被 DFA 下放到3A。在7月的时候再次登上大联盟，而且他也投出好表现。面对今年的世界冠军亚特兰大勇士队打线，丢出了5局0失分的好投。They were in Pittsburgh. They lost the first 2 ball games there. 3-2. Swing and a miss, and Neidert had been the last couple of. And 2 Braves on. Called strike 3 on the outside corner. 其中包含5次3振与4次保送。但是隔天向魔力再度遭到马林鱼队 DFA 处理，8月初第3度升上大联盟，结果被各队的重炮打爆。Batting practice. Here's a deep drive to left center off the bat of Schwindel, all the way back, long gone.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他也第3度被 DFA， 而且再也没有升上大联盟的机会。这季在大联盟留下高达 9.58 的防御率， 10.1局的投球中被扫出2支的全垒打。虽然有不错 7.8 K9 值，但同时也有惨淡的 4.4 的 BB9。赛季结束之后，同时被马林鱼队释出。在被马林鱼队释出之后，遇上了兄弟的球探艾迪顿。历经台湾重重的专案开放手续后，Sean Morimando 赶在9月底以前与兄弟达成共识，正式抵达台湾，加入了中华职棒当中。因为洋将大限即将到来的关系，
加百利的离台与格里斯的受伤，外加上日籍投手高野圭佑无法通过期末考的关系 ，Sean Morimondo 在一球未投的情况下被登录到60人名单当中，并且以象魔力之名与55号的背号进入球队。解除封印之后，象魔力在10月的最后一天完成初登板，接替陈虎的6局好投上场投球。虽然差点被中职最难缠打者陈杰宪打出打点，但之后象魔力也越投越好，3局的投球里面送出4次的3振无失分。拿下1次的救援点与生涯首座单场 MVP。那天比赛结束之后，还蛮多网友都在讨论一件事，就是象魔力只是来台湾短期打工的，以他的身手绝对不是台湾这种层级能够看到的。不是，人家才投1场而已，不要这么早先舒服人家啦。中信兄弟为了证明象魔力真的是兄弟捡到的宝物，在投1休3的情况下，将他送上面对乐天桃园的处刑台，结果真的被乐天桃园的超狂打线给教训，3.2局的投球送出高达4次的保送，仅只有1次的3振，同时被击出6支安打，失掉6分。我只想说，龙猫，你真的是曾经最强的打击教练，赛前就看你一直在和球员讨论，你真的是够厉害。目前象魔力也被寄予厚望，能够成为中信兄弟的全新救世主。一生他也在大联盟和小联盟之间漂泊多时，在休赛季期间没有关机休息的情况下，继续来台湾面临不同的打者与好球带磨练身手。他在台湾还会缴出什么样的表现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兄弟新洋投象魔力的介绍。大家对于象魔力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我是阿杜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甚至在满垒的局面下，7打数5安打，缴出7成14的满垒打击率。在7月底的时候，文杰再度被拉上一军做测试，回到一军后的第一个打席就击出安打。